杨紫这一次真的是给85花们上了一课。在同龄女演员们还在古装偶像剧中徘徊时，杨紫凭借着《国色芳华》一举杀入白玉兰奖的决赛圈，成为焦点。这样的成绩不仅让整个圈内为之一振，连一向以高冷著称的白玉兰评委会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90后女演员的实力。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她这几年踏实稳步的转型努力，早已为今天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顾杨紫的演艺历程，从《家有儿女》中的小雪，到《亲爱的、热爱的李的童年》，再到如今在《国色芳华》中的李珍，她的每一次蜕变都让人惊叹。她并没有像许多年轻演员那样盲目追逐流量，而是通过精心挑选的角色，一步步拓宽自己的演技边界。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她都能精准地把握角色的灵魂，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而这次在《国色芳华》中的表现，更是让人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全面进步和深厚实力。她的成功不仅仅是凭借外在的颜值或人气，更是她对每个角色的用心演绎。杨紫敢于挑战自我，尝试不同风格和题材，打破了外界对她固有的甜美形象定位，让观众看到她更加成熟和多面的演技。她能够在观众心中不断刷新自己，不仅依赖于对演技的精益求精，也与她不断自我突破的勇气息息相关。正因为这样，杨紫的成功才显得尤为可贵。她没有停留在一时的热度，而是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沉淀，逐渐形成了属于她的独特气质。如今，她终于凭借《国色芳华》跻身白玉兰奖的决赛圈，这无疑是对她多年奋斗的最好回报。而我们也相信，未来的杨紫会带来更多令人惊喜的作品，继续书写属于她的演艺传奇。咱们先来看看如今的古偶市场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吧。打开电视，满屏都是85花们在仙侠剧中谈情说爱，刘诗诗的一念关山，赵丽颖的雨凤行，唐嫣的念无双，这些剧几乎都是仙气十足，浪漫至极。说实话，这些剧并不差，演员们的演技也有目共睹，可是看多了总觉得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大部分剧情还是围绕着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展开，要么是三生三世的爱情纠葛，要么是师徒之间的虐爱恋情深。虽然这些故事题材本身并不坏，但经过大量同质化的创作，观众的审美逐渐产生了疲劳感。有个业内朋友曾经对我说，现在的古偶剧套路已经被玩得差不多了，几乎成了固定模式，一段看似永恒的爱情，要么牵涉到宿命，要么是经典的师徒情感纠葛。看似新鲜的剧情设定，也难以掩盖模式化的影子。观众看多了这些，难免会对同样的情节产生审美疲劳，缺少了曾经那份惊艳和新鲜感。但令人无奈的是，投资方似乎并不急于创新，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有收视保障的演员，像85花们，他们的名字本身就代表了收视率的保证。因此，市场上的古偶剧演员们大多陷入了一个舒适区，无论是角色选择还是剧情设定，都趋于保守，缺乏新的突破。虽然观众对这些剧的热情在逐渐减少，但由于有收视稳妥的理由，投资方依然在继续选择这些熟悉的面孔与老套的题材。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跳脱出这一框架的演员和作品，就显得尤为宝贵和难得。而杨紫的转型之路，恰恰就是她在这个舒适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她敢于挑战自己，选择不同于传统古偶的角色，凭借作品的深度和独特性，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杨紫，也让她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说起杨紫，这姑娘真的是敢闯敢拼。
在《国色芳华》里，她饰演的制香师何为芳，完全打破了她以往的甜美形象，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风格。我特地查了下资料，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唐朝著名的女商人于大娘，历史上确实有其人。剧中那些精致的制香场景可不是随便拍的，剧组为了确保真实感，特意请来了非遗传承人进行专业指导。杨紫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竟然提前半年就开始学习香道，这份对角色的敬业态度简直让人敬佩。有个小细节特别让我感动，在一次采访中，杨紫提到，为了达到制香时最真实的状态，她有一场戏反复拍了20多遍。拍摄到最后，她的手指因为香料的染色变得发黄，但她依然坚持不肯停下来。这样的细节和执着，在当下的年轻演员中真的不多见。她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里，努力去呈现每一个真实的瞬间。相比许多演员，杨紫的这种认真劲儿真的很难得。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很多演员都是流水线式的拍戏，过于追求速度和效益，忽略了对角色的打磨。而杨紫却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的路，不急功近，不断挑战自己，追求更高的演艺境界。她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好演员不仅仅依赖于外表和人气，更需要付出无数的努力和汗水。这种精神和态度，也让她在每一个角色中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给观众带来真实而深刻的体验。杨紫的实力，正是在她对每一个细节的精雕细琢中积累出来的。而这种对艺术的专注与执着，也让她在演艺圈的地位越来越稳固，成为了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实力派女演员。说到白玉兰奖的青睐，咱们得好好分析分析。今年白玉兰为什么突然对国色芳华开了绿灯呢？往年白玉兰最青睐的往往是一些正剧，比如《觉醒年代》这样的历史剧，或者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像《人世间》这种贴近生活的剧集。今年的国色芳华明显走的是另一条路，古装剧的设定，商战题材，但依然能够打破常规得到认可。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显然是杨紫的表演打动了评委。我认识的一位评委私下曾透露，何为芳这个角色之所以特别出彩，正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烟火气，既有商人的精明，又有艺术家的执着。这个角色的复杂性，需要演员能够深入把握其中的微妙平衡，既要展现出做生意时的果断与聪明，又要有对艺术、对香道的深深热爱和执着。而杨紫的表演，恰恰把这种复杂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她没有让角色浮于表面，而是通过每一个细节展现了何为芳在不同场合下的不同面貌，让人相信他不仅是个聪明能干的商人，更是一个在艺术追求上不肯妥协的匠人。尤其是剧中有一段香道对决的戏，简直让人叹为观止。那一场戏没有台词，全凭眼神和动作传达情感。杨紫通过眼神的变化和细腻的肢体动作，把复杂的情感层次和紧张的氛围展现得淋漓尽致。评审们看的眼睛都直了，完全没有一点拖泥带水的表演，完全把人物内心的波动通过无声的演技传递出来。最终，这场戏成了全票通过的关键。这一切都显示出杨紫的演技已经到了一个新高度。她不仅仅是用台词在演戏，更是在用心去理解角色，用行动去塑造角色，真正做到了身临其境。这也正是她能够在白玉兰评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国色芳华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杨紫的精湛表演，还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古装剧不一定非得围绕爱情展开，特别是女性角色的塑造可以更具深度和多样性。剧中
和潍坊从香料铺的小学徒做起，最终成为皇商。他的事业之路充满了挑战与成长，商战的激烈，匠人精神的坚持，这些情节比起单纯的感情戏要精彩得多。他的每一部都充满了拼搏和智慧，完全打破了传统古装剧的局限，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体验。现在的观众早已不再满足于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老套的套路，大家更希望看到女性角色如何在职场中不断突破自我，打破困境，走向成功。和潍坊的故事就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职场女性形象，她不仅要应对商战的挑战，还要捍卫自己的理想和家族的事业。这种多维度的角色塑造让人感到格外振奋。据了解，类似题材的剧集已经有5、6部在筹备当中，显然国色芳华已经在无形中掀起了一股新的创作潮流。杨紫通过这个角色，不仅展现了她在演技上的突破，还成功引领了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古装剧可以不局限于情感戏，而是让女性角色在事业上大放异彩，展现出更多元的魅力。这个转变不仅仅是剧集内容上的创新，也预示着观众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和审美标准的变化。未来，古装剧不再是男主角称王，女主角随风飘摇的模式，而是会有更多像何潍坊这样的女性角色，拥有自己的事业、梦想和追求。这种趋势的出现，既是观众需求的体现，也预示着行业发展的方向。杨紫作为引领者之一，无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到杨紫的演技进化，这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成长历程。如果拿她的表现和10年前在《战长沙》中的角色做对比，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演技的飞跃。当时的杨紫还带着些许话剧腔，表演的风格比较明显，稍显生硬。那时的她虽然有着青春的活力，但与今天的她相比，演技显得有些稚嫩。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演技的磨砺，杨紫的表现已经从当时的青涩蜕变成如今的成熟与自然，尤其在《国色芳华》里的表现，已经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部剧中，杨紫通过细腻的眼神和精准的肢体语言，将角色从10几岁的天真少女演绎到40多岁的商界女强人，整个年龄跨度没有一点违和感。最令人惊叹的是，她并没有通过化妆或外形的改变来扮老，而是通过眼神的沉淀与气质的变化，将时间的痕迹自然地刻画出来。她通过微妙的表情变化，把人物的成长与蜕变完美地呈现给了观众，给人一种极其真实的感受。有位戏剧学院的老师曾告诉我，他们现在上课时常常把杨紫的表演作为教学案例，特别是她对微表情的控制。她在细微的表情变化中传递着角色的内心世界，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能够将复杂的情感通过微小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展现出来，说明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演技层次，能够真正做到让角色活起来，而不再是单纯的表演。可以说，杨紫的演技进化是一步一个脚印，通过多年的积累和不断的挑战，她已经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演员，成长为一个成熟且富有层次感的实力派演员。国色芳华只是她演技之路上的又一次突破，相信未来她会带来更多令人惊艳的角色。说到底，杨紫能够让白玉兰低头，绝不是凭借运气，而是靠着扎实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流量至上的娱乐圈，能够真正沉下心来打磨角色，勇敢跳出舒适区的演员实在是少数。杨紫的成功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荣耀，更为所有年轻演员树立了一个榜样。想要在娱乐圈走得更远，单靠颜值和流量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有实力，要有拿得出手的真本事。其实，近2年影视圈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许多最受关注和讨论的角色，往往并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女主角色，而是那些更加真实、充满人性魅力的普通人。这一点在《国色芳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杨紫饰演的何为芳，既有商人的精明，又有艺术家的执着。她为了香料配方熬夜研究，为了事业与同行斗智斗勇，还曾在深夜孤独地抹泪。这些看似平凡却充满真实感的细节，恰恰是很多古装剧所缺失的元素。如今的观众已经不再满足于那些一味追求仙气十足的古装剧女主形象，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真实又充满复杂性的女性角色。她们不完美，但却充满力量，不仅仅依赖外貌或者爱情，她们的成长和奋斗才是剧情的真正焦点。像何为芳这样的角色，既有脆弱也有坚韧，她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面对困难时的智慧与勇气。你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受？在这些角色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成长、挑战和人性的描写。你心目中最好的女性角色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分享，让我们一起聊聊这些打动我们的普通人。